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今天要聊的话题是 Fisker 的股票分析，一家具有非常大潜力的 EV 新能源公司。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 Fisker 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也刚刚给予了非常高的目标价格，为27美元。首先我们来看看 Fisker 的公司简介。Fisker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是一个轻资产型的电动汽车公司，计划于2022年第4季度推出首款电动汽车 Fisker Ocean。在首席执行官 Henrik Fisker 的带领下，该公司正在开发专注于设计、用户界面以及新商业模式的电动汽车。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Fisker 的管理层。Henrik 是汽车界的标志性人物和技术有远见的人，他对未来电动汽车的技术以及设计充满热情。从 James Bond 著名的宝马 Z8 到他最新革命性的 Fisker Ocean， 他创造了一些有史以来最具有标志性的汽车。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 Aston Martin 最畅销的 V8 Vantage。 管理层中还有一位剑桥毕业的联合创办人，以及大众汽车过来的 CTO。Fisker 的市场定位是大批量的高端市场，并计划在未来的10年中推出4种型号。在向未来的电动汽车过渡的过程中，该公司的目标是在美国和欧洲建立一个高级品牌。作为没有任何收入的公司， Fisker 显然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但是基本上一共有4个能够推高 Fisker 股价的因素，那就是第一，该公司的首款 EV 瞄准了正确的目标市场，那就是 SUV。Fisker Ocean 的预计价格为38000美元至69000美元之间，并带有多种配置，这能够理想的细分市场，提高平均销售价格。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10万辆的销售量。他们的合作伙伴 Magna 的电动汽车平台将提供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电动汽车规格，而 Fisker 的工程、设计以及软件团队将会允许该公司建立自己独特的用户界面。鉴于 Magna 的强大能力以及具有丰富的经验，我对 Fisker Ocean 的发布时机仍然感到乐观。第二，该公司将来将进入企业移动技服务 EMaaS， 这是能够推高 Fisker 股价的主要原因之一。Fisker 似乎正在逐步追求一种能够扩大总市场的商业模式。这种订阅模式可以将业务模式从今天的一次性交易更改成为可以捕获车辆终身收入的交易模式。订阅式的估值方法将会提高该公司的股价，与订阅模式类似的商业模式将会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将市场从当今的一次性交易的收入扩展到终身的服务收入。当购买一台车变成订阅模式的时候，公司能以各种不同的服务，比如说自动驾驶、维修、保险、娱乐，来开拓收入的来源，有更多的收费渠道来榨干消费者。自动驾驶服务在这个商业模式下将能解锁更高的价值。当然，以经济效应的观点来看， Fisker 比较有可能采用第三方的自动驾驶技术，例如说使用 Intel Mobileye 加激光雷达的应用。第三， Fisker 是一家轻资产的生产公司，有了 Magna 这个强大的合作伙伴，这将会消除许多典型的汽车制造商所会遇到的障碍以及风险，但仍然允许 Fisker 保留对软件以及用户界面等关键区域的控制。轻资产模型对一家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可以保持灵活性，确保车辆的质量以及可靠性，并允许 Fisker 在最重要的地方中进行投资，例如电池管理系统、用户界面、车辆设计等等。Fisker 希望在 Ocean 发布的时候只有几百名员工，
轻资产模型最终可以通过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本来获得更高的回报率。第四，网络流量数据表明该公司具有强大的品牌潜力。品牌知名度在未来的电动车市场至关重要，因为这将会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市场，正如我们现在在欧洲以及中国所看到的现状。Fisker 拥有巨大的营销能力以及品牌识别度。网络流量数据分析表明 Fisker 早期开始就拥有良好的品牌建立，而根据 Google Trends， 每当 Fisker 有重要的新闻事件的时候，其关键词搜索量将会大大的提高，订单也会跟着增加。例如2020年1月份是 Ocean 品牌的发布会，7月份则是 Spec 的消息被宣布的时候。根据这个图表也可以看得出 Fisker 的品牌有着长期向上的趋势。Fisker 同时拥有了车辆设计以及品牌知名度这两个要素，这使我对这家公司的成功更有信心。那么温馨的提醒一下， Fisker 将会是一项非常高风险的投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Fisker 所面临的风险。第一， Fisker 是一家业绩记录有限，严重依赖于 Magna 等主要合作伙伴的公司。第二， Fisker Ocean 将于2022年的第4季度才发布，许多的竞争者将能在这期间赶上 Fisker 的进度，电动汽车的壁垒将会越来越低，导致竞争越来越激烈。第三， Fisker Ocean 发布延迟的风险。第四，对于那么竞争的市场以及越来越多新参与者的加入， Fisker 的销量预测可能过于乐观。第五，订阅式的商业模型虽然很有前途，但仍然是未证明有效的，而且并不存在有很高的壁垒，所有竞争者也会模仿这样的商业模式。第六，在 Fisker 的品牌建立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执行风险。第七，鉴于有限的交易记录以及电动汽车相关的估值变化，该公司可能会表现出非常大的波动性。第八，电动汽车是一个非常烧钱的领域， Fisker 将会需要额外的资金来增加以及维持商业运行。第九，宏观、贸易、地缘政治以及外汇都会造成收益风险增加，以及间接的增加股票的波动性。第十， Fisker 严重的依赖首席执行官 Henrik Fisker。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我个人对 Fisker 的股票操作。股票名称 Fisker， 股票代码 FSR， 目前的价格为19美元，目标价格为25美元，回报率大约有35%。我个人建议的买入价格介于15到18美元之间。那根据这个图表，我认为目前的股价仍然处于高位，我会等股价回调到了15到18美元之间，才会分波段加仓。长期来看，我认为这是一家拥有潜力的新能源汽车公司，拥有良好的管理层、品牌知名度以及成长潜力。可是以目前来看，这家公司并没有非常深的护城河，所以我只会少量的买入，不会重仓。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